中国南海永暑岛大田岛造陆成功有何重大意义？中国永暑岛隐藏的巨大资源是什么？对中国在南海驻军有何重大意义？近日，有一则有关南海岛礁的新闻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，甚至让他们有点慌，并且近段时间大批军舰驶来南海附近，试图进行窥探。据报道称，中国南海永暑岛意外发现丰富的淡水资源，这对于海上岛屿来说，那可是比石油还重要的宝贵资源，所以西方国家对此也是眼红不已，也更加让他们慌了。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南海永暑岛的发展，看它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。了解中国的朋友都知道，南海是中国最大的领海，也是资源最为丰富的领海。就目前已经知道，资源总数已经有多达上百种，所以这也使得中国南海附近的国家都眼红不已，对中国南海垂涎三尺。此前的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争端就格外的引人关注，这也加剧了中国南海局势的紧张。永暑岛位于南沙群岛海域，该海域是由230多个岛、礁、滩组成，它的面积达到82万平方公里。它处于越南金沙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，也是国际方面的一条重要航道，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交通要道。而处于这个位置上的永暑岛，不仅可以为中国南海来往船只提供航道信息安全保障等服务，更是能够作为中国南海区域的航运调度中心。所以，基于永暑岛有这么重要的战略意义，就必须要利用起来。也是为了保护好南海的丰富资源，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好中国的领海领土。近年来，中国开始计划在永暑岛进行人工填岛造陆，因为有了岛屿的支撑，就可以进行驻军，可以长期驻扎在海域旁边，也更加方便维护海域领土的安全稳定。因此，中国南海的永暑岛就是中国人工填岛的杰作。而永暑岛在填海之前只是一个岛礁，只要海水一涨潮，这个岛礁就会立马消失。但它对于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，而且根据相关的专家考察，永暑岛符合填海造陆的条件，因为它的平均水深只有14到40米，所以中国计划在永暑岛进行填岛造陆。所以从2014年8月开始，中国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对永暑礁进行填岛造陆，直到2015年4月，对永暑礁的疏浚以及填海作业项目成功完成，就将永暑礁从0.2平方公里的礁板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2.8平方公里的永暑岛。这个面积大约是109艘尼米兹级航母的甲板面积。后面随着填岛造陆的工程不断的深入，并且在这项工程里采用了吹沙填海的技术，这是用挖泥船把圈外海底的沙水一起吹到目标圈里来，从而使沙留在圈内，海水流出圈外，并且通过沙子的逐渐沉积，将圈内海面的沙子不断吹进来，从而填成陆地。永暑岛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而成功填岛造陆。永暑岛填岛造陆的成功，使中国的军队可以在岛上驻扎下来，加强岛上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建造，可以在永暑岛上长久的发展下去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在中国的永暑礁填岛之后，竟然神奇地发现了珍贵的资源。在经过中国专业探测团队对永暑岛进行的全方位探测，发现永暑岛的下方其实埋藏着丰富的资源，不仅仅是铁、铅、锌、铜等的金属资源，而且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海上宝藏——淡水。当即就在永暑岛上0.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选择了对淡水进行探测的27个地点，最终发现竟然有11个探测地点都存在极其丰富的淡水资源，而且出水量十分的高。这也就意味着永暑岛实际上就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淡水资源。而且勘测员在水资源进行勘察过程中，发现在永暑岛的中央，符合人体饮用水淡水标准的就有好几处地方，这可真的是十分大的惊喜了。因为在岛屿的下面就直接有地下水，而这个地下水还可以直接饮用，这就更加表明中国可以在永暑岛永远驻军，不用一船一船的拉淡水。对于海上岛屿来说，这可是比石油更加重要的珍稀资源。因为一般普通有驻军的岛屿都没有这样的淡水资源，那些岛上都是海水，人要饮用淡水的话就只有2种方法，一种就是要从有淡水的地方一车一车的运水，而且还会面临短暂性缺水的风险，会对岛上军队的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。
其次也是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，也会极其的影响岛上军队的生活和工作状态，对要进行即时作战的时候会造成较大的影响，所以是极其不利的。另一种方法是在岛上建立海水过滤设施，将海水通过过滤后达到一定的饮用标准后再进行饮用，这样做的话就会大量耗费大量的资金，大大加大建岛成本，也是极其不利的。所以中国在永暑岛上发现淡水资源真的是极其幸运，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，又可以用淡水满足生活上的各样需要，尤其是国防对淡水的需求量是最大的。因为永暑岛的四面都是海，大家都知道海水是不能提供人们饮用的，所以只要岛屿上有足够的淡水，满足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好永暑岛。此外，在去年的时候，解放军在西沙岛礁上首次种植蔬菜成功，结束了海岛沙滩种菜不长秧的历史。在海军与科研团队的联合努力下，在半亩实践地喜获丰收，一共采收了7种蔬菜，其中包括小白菜、生菜、娃娃菜等等，共1500多斤。海滩种菜这一技术推广后，不仅能解决岛礁的种菜难、吃菜难，还能解决岛礁大面积绿化难题。而蔬菜种植同样离不开淡水资源，并且据报道，永暑岛的储水结构很好，于是有些研究人员就想通过增大它的面积来增加储水面积，更好地将降水储存起来，增加永暑岛对淡水的吸收，充分地利用降水。这样的话也有利于维护周围边防，大大地解决了国防边防用水的忧虑，也能够一劳永逸，切实维护中国南海领土完整。甚至有专家说，中国要和其他国家在南海作战，可以以逸待劳，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所以中国南海永暑岛就国防一面来说，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国南海领土安全。因为在岛上有军事设施，有军队长期的驻扎，这就使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觊觎的野心有所收敛，起到威慑的作用。而且在实际作战的时候，永暑岛也会化身为海上堡垒，直接充当战时的前沿阵地。由于永暑岛的造岛填陆成功，这也使得中国的海防从陆地守岛屿到岛屿守陆地的转变，并且随着永暑岛岛上的军事设施不断的完善，也将直接使中国军事可以投射范围增加到几千公里，必将大大增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防御力量。所以中国在南海永暑岛上意外地发现丰富的淡水资源，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军事意义，将为中国军队长期在永暑岛上驻扎生活提供了便利，也有利于今后永暑岛基地的长期稳定发展，发挥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作用，继续为保护中国南海领土完整做出重大贡献。